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新剧翻车撕碎武侠复兴假象，3亿特效像贴绿幕，穿越混搭成职场闹剧。武侠迷等来的不是江湖重逢，而是职场话术乱入的魔幻现场。诚意主演的《富山海》带着武侠复兴的期待开播，却被观众吐槽武侠不像武侠，喜剧不像喜剧。这部号称投入3亿的大制作，首播就因穿越设定生硬，演员表现拉垮，特效五毛质感登上热搜，让本就沉寂的武侠题材再遇寒冬。当现代社畜的 KPI 话术遇上江湖恩怨，当系统任务取代武功秘籍，武侠剧的创新尝试为何变成了四不像？剧情设定的割裂感成了最大硬伤。富山海想用现代穿书加系统任务的组合拳，打破传统武侠套路，想法不算新鲜，却有成功先例。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靠死亡回归系统，把穿越者的挣扎刻画的入木三分。命运石之门用严谨逻辑让时间穿越充满说服力。但这部剧里，主角用目标拆解资源、整合等职场黑化忽悠武林盟主的桥段，与严肃的门派争斗场景强行拼接，就像把咖啡倒进豆浆里的混搭。传统武侠观众怀念的刀光剑影、侠骨柔情被稀释成职场闹剧，年轻观众期待的系统爽感又被冗长的江湖规矩讲解打断。这种两头不靠的尴尬，暴露了创作团队对类型融合的本质误解。创新不是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要像《幼女战记》那样，让社畜转生的内核贯穿始终，形成自洽的世界观。诚意的表演问题让剧情短板雪上加霜。一人分饰现代社畜、江湖帮主、系统 AI 3个角色本是高光点，却成了大型翻车现场。作为帮主得知亲信背叛时，他全程靠眼眶泛红完成情绪表达，对比同剧张智霖一个眼神就带出的江湖大佬气场，被观众调侃像被老师批评的小学生。更致命的是台词功底，气若游丝的吐字让观众必须盯着字幕才能看懂剧情，与武侠剧需要的铿锵有力格格不入。外形上的违和感同样明显，身形单薄的诚意穿上宽大战袍，像偷穿大人衣服，打戏时飘带乱飞的样子被截图做成表情包，配不上江湖盟主的霸气人设。这种全方位的拉垮让人质疑，顶流演员的流量与实力究竟何时才能匹配？号称电影级的制作水准更像个笑话。宣传中3亿投资打造的恢宏江湖，实际呈现却是模糊的远山背景、静止的水面特效，演员站在绿幕前打斗的抠图痕迹清晰可见。有观众截图对比发现，剧中所谓的实景拍摄与某景区免费开放的观景台高度重合，服化道更是敷衍。诚意的发型妆容与他3年前的古装剧几乎一模一样，江湖门派的服饰配色艳俗如庙会戏服，完全没有武侠世界该有的质感。这种制作粗糙的问题，在转生成蜘蛛又怎样等经费有限的动画都能靠细腻设定构建异世界的对比下，更显刺眼。当3亿投资只换来5毛特效，观众难免怀疑资金究竟花在了哪里。武侠剧的创新困境在这部剧里暴露无遗。有人说武侠题材必须坚守传统，富山海的失败证明创新必死。也有人认为死守老套路只会加速消亡。隔壁韩国还魂系列就靠换魂术的奇幻设定，让武侠元素焕发新生。其实观众从未拒绝创新。数据显示，2024年带有创新元素的武侠作品观众留存率比传统武侠高27%，但前提是像无职转生那样用扎实细节支撑设定，而不是急功近利的贴标签。富山海的系统任务本可以设计成武功秘籍的现代解读，职场话术能转化为江湖生存智慧的幽默表达，
可惜创作团队只做到了表面混搭。这部剧的翻车撕开了武侠剧复兴的假象。当制作方把宝压在顶流演员和噱头设定上，却忽视剧本打磨和制作诚意时，再响亮的复兴口号都是空谈。武侠的魂从来不是刀光剑影的特效堆砌，而是侠义精神的内核表达，是江湖儿女的情感共鸣。就像这个勇者明明超强，却过分谨慎，靠反套路剧情走红，本质是抓住了谨慎背后的成长主题。如果武侠剧不能在创新中守住内核，不能用真诚制作取代流量投机，那么下一个富山海只会让观众对武侠的期待更加稀薄。江湖已远，人心仍在，可惜富山海只看到了热闹，没读懂人心。诚意新剧《富山海》开播，本以武侠复兴的旗号引发期待，却在短短几集后口碑急转直下。原本被寄予厚望的3亿投资大制作，如今却被观众调侃为5毛特效，四不像剧情，更被视作撕碎武侠复兴假象的典型案例。剧情设定：生硬的拼接与尴尬的混搭。富山海采用了现代社序穿越江湖加系统任务的设定，本意是要跳出传统武侠叙事窠臼。然而，创新不等于生硬拼贴。剧中主角一会儿用 KPI 资源整合等职场黑话忽悠武林盟主，一会儿又陷入家国恩怨、门派厮杀，前后风格完全割裂，既缺少武侠剧该有的刀光剑影与侠骨柔情，也没有异世界系统流的爽感逻辑。结果就像把咖啡倒进豆浆里，观众既喝不出香醇，也体会不到新鲜。对比同类题材的成功案例 Re。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能让死亡回归机制与主角的情感挣扎深度结合；幼女战记则把社序转生的内核贯穿始终，形成完整自洽的世界观。而富山海只是在标签上堆砌穿越系统，缺少真正的逻辑与主题承载，最终呈现的是四不像的尴尬。演员表演、流量与实力的错位。作为主演，诚意一人分饰现代社序、江湖帮主、系统 AI， 本是展示演技的机会，却成了翻车现场。他在得知亲信背叛时，仅靠眼眶泛红完成情绪，缺乏层次感，与张智霖一个眼神就能展现的江湖气度形成鲜明对比。台词方面更显薄弱，吐字轻飘，观众不看字幕难以听懂。与武侠剧需要的铿锵有力背道而驰，外形气质也与角色设定不符。身形单薄的他穿上宽大战袍显得松垮，打戏中动作凌乱，被网友做成表情包调侃像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这种表演与角色的反差，让江湖盟主的人设完全立不住。顶流演员带来的是话题与收视起点，但如果演技无法支撑，观众只会加倍质疑流量与实力的匹配度、制作水准、宣传与现实的落差。富山海打着3亿投资、电影极致感的口号，可真正播出时，观众看到的却是糊成一片的远山背景、静止不动的水面特效，以及明显的绿幕痕迹。所谓实景拍摄更被观众截图发现，竟与某旅游景区的观景台高度重合。服化道也遭吐槽，诚意的发型与他3年前的古装剧几乎没有区别，江湖门派服饰配色艳俗，宛如庙会戏服。相比之下，即便是经费有限的动画作品转生成蜘蛛又怎样，都能靠细腻设定与精巧构建赢得口碑。而富山海3亿巨资换来的却是5毛质感，难免让人怀疑资金真正用在了哪里。武侠创新的困境，富山海的失败让武侠复兴再次蒙上阴影。有人因此断言，武侠剧不宜创新，只能坚守传统；也有人反驳，一味守旧只会加速消亡。事实上，观众从未拒绝创新。数据显示，2024年带有创新元素的武侠剧，观众留存率比传统作品高出27%。
问题不在于敢不敢创新，而在于能不能把创新做扎实。韩国还魂系列用奇幻幻魂术巧妙融合了武侠元素，国内若能把系统任务与武功秘籍结合，让职场话术转化为江湖智慧，或许真能玩出新意。但富山海停留在表层混搭，没有深挖设定逻辑，也没有赋予创新以精神内核。江湖已远，人心仍在。富山海的翻车，再次证明武侠剧的核心从来不是炫目的特效或流量噱头，而是侠义精神与人情共鸣。观众怀念的是《笑傲江湖》里的江湖豪情，《天龙八部》里的宿命悲壮，而不是把 KPI 话术硬塞进门派争斗的尴尬拼盘。如果创作者只想着靠顶流演员和猎奇设定博噱头，而忽视剧本的打磨与制作的诚意，那么所谓的武侠复兴只会成为一句空谈。真正能打动观众的，不是刀光剑影的虚张声势，而是对侠义的真诚书写。江湖也许远去，但观众的心从未离开。遗憾的是，富山海没能读懂这份心。